谁是一班最穷的学生？那当然非班长基贝莫属。他是单亲家庭，妈妈又一直体弱多病，所以他一直在外面打工补贴家用。基贝是公认的完美帅哥，长得又帅又能干，衣品好，厨艺好，人缘好，成绩也不差，除了穷没有任何缺点。之所以被贬到一班，是因为违反了学校学生不能外出打工的规定。虽然特地选了远离学校的咖啡店打工，但这次他还是被故意找茬的学校发现了。基贝已经是第2次违纪，一旦学校上报学校，就直接是退学处理。当然，学生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赶走基贝，而是以此为筹码，让一班和他们在运动会上的导杆比赛上一决胜负。如果一班赢了比赛，他就当这次什么都没看见，这明显是想当众对一班进行羞辱。基贝不愿意连累同学，表示自己被退学也无所谓，反倒遭了同学们的吐槽。一个人耍什么帅？不用想那么复杂，只要他们赢了不就行了？基贝是班长，换句话说，他是一班的领袖。比起个人，他总是能将班级的和睦放在第一位，不断的积累着人望，才会如此受同学们的簇拥。但是导杆比赛对一班来说还是有些难度的，那不是暗杀，而是战争，人数的多少是获胜的先决条件。一般在人数上压倒性的不利，过程的关键就是要看领袖如何排兵布阵。体育会当天，一班的学生们运用自己的暗杀技巧大放光彩，基贝忐忑不安，因为不管怎么说他都比不上学校。沙老师安慰他，虽然个人的力量有限，但是率领同伴奋战的力量他又比学校厉害得多。沙老师亲自给基贝扎好绑带，就算他遇到了困难，大家也会陪他一起克服的。一班对战 A 班的表演赛正式开始，虽然知道 A 班阴险，但是真当他们搬出堪比兄贵的外国转校生时，一班还是被他们的不要脸震惊了。这是一场领袖的头脑战。学校推断人数不占优势的一班为了以少胜多，一定会放弃防守，专心进攻。但就算一班攻上来，也无法突破他们铜墙铁壁的防守。然而没想到对方也采用了完全防御模式，比赛一开始就陷入僵局。基贝在引诱学校主动进攻，学校也不客气，指挥转校生带着队员发起冲锋。村松和吉田扑上去想要阻止对方，却反被对方的蛮力甩飞，倒在了观众席。前排同学在几人攻来时后跳起，随即用杆子的重量将其压制。学校指挥2翼部队包抄前进，基贝瞄准中间的空档带人冲锋，却没想到学校的2翼部队突然折返，一前一后将他们包夹其中。战况的一班越来越不利，沙老师依旧不慌不忙。他在上课的时候教过基贝打败2倍敌人的经典案例。迦太基的汉尼拔将军通过奇袭等一系列巧妙战术重创古罗马。这场比赛重要的是制定非常识性的作战方案，眼看就要被包围，基贝给同伴一使眼色，几人立马朝着观众席奔去，通过地形和人群巧妙躲闪追击对手。毕竟导杆比赛没有场地限制，现场顿时一片混乱，导杆最即被对手占据了杆子顶端，所以学校让人特别提防赤羽木村和基贝3人。他早就算计好了，一旦一班失败，他就让基贝退学，流落街头。基贝不想失败，就只能进攻。现在他的选项只有一个人失败，和拉同学一起下水。然而学校还是不够基贝心思缜密。只见之前被撞飞的村松和吉田突然出现，冲上前一把拽住学校。他们再不济也锻炼了这么久，怎么可能被一下撞飞？当然是演的了，为的就是绕过观众席，朝他们发动奇袭。见计划成功，基贝立刻带领其他成员冲锋，一口气攻陷 A 班阵营。虽然计划完美，但学校不是这么容易对付的。不会打架的学霸不算好学霸。学校3两下把拽着他的村松和木村甩飞，站到了杆子的顶端。那不屑的表情简直和他爹一模一样。学校凭一己之力阻拦了一班的进攻，而 A 班的突袭部队此时也开始回防。只要有他指挥， A 班就不会输。基贝无法成为那样的领导，因为一班并不需要仅靠他一人左右战况。朝田和千叶一跃而上，拽住学校。一班仅留了2个人防守，利用杠杆原理就把 A 班的进攻部队压制。虽然不能完全压制，但 A 班的人都是听令行动，被围攻的学校根本没有时间指挥别人。A 班的防守归位正是最好的时机。阿银踩着基贝的手一跃而上，死命将 A 班的杆子向下压，学校一人根本无法阻止。终于在大家的合力之下，杆子被成功推倒。一班在压倒性的不利中奇迹般的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再次惨败的学校心态都崩了，还被他爹叫去办公室嘲讽。不服气的转学生为学校辩解，在他们看来学校已经很厉害了，你说你干啥不好非要惹他。果然一会儿功夫，4个大汉全被前野揍趴了。话说你们这出血量真的不要紧吗？看看把人家孩子都吓傻了。前野是个不输于沙老师的怪物，他在学习空手道的第1天被打得很惨，于是第2天他只是坐着反复回想自己受到的屈辱，如果他再次失败就会控制不住自己发狂而死。然后第3天他打败了黑带，没让对方碰到他1根手指，这就是所谓的从失败中学习。前野问学校明明输了，但他为什么没有感到学校想死样的悔恨呢？你听听，这是该对儿子说的话吗？经过这场比赛，一班差劲的口碑扭转了不少，学校也信守承诺，不再追究基贝的违纪。同样是领袖，学校是高傲的，他总是在别人的前方和上方，而基贝不同，他永远都在同伴的身边。再过2周就是第2学期的期
期中考试了。虽然沙老师斗志满满，但是学生却一个个心事重重，距离暗杀沙老师的最后时限还剩5个月，这让他们愈发焦急。成为暗杀者以后，这群学生也越发不走寻常路，一个个放学之后在人房顶蹦跶，结果蹦跶着就出事了。冈岛和木村一个没刹住，撞翻了街上骑车的老爷爷。路过的花店小哥见状，立马叫了救护车。经过医院的检查，老爷爷右腿骨裂，需要休养2周。因为他们的行动是国家机密，吴京的属下正在就保密和赔偿问题和老爷爷进行交涉。听到消息赶来的沙老师非常生气，学生们下意识的想推卸责任，被沙老师一人扇了一耳光。他们变得过于强大，陶醉于自己的力量，而忘记了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考。这样的他们和主教的学生们没有半点区别。学生们诚恳地向沙老师道歉，被打了又痛又不甘心，但是他们无可反驳。沙老师禁止他们全班复习，因为此时还有比成绩更重要的事需要他们学习。沙老师带着学生们诚恳地向固执的老爷爷道了歉，作为赔偿，他们全班要去老爷爷所经营的幼儿园免费当2周苦力，因为要平等对待所有人，没犯错的学生们负连带责任。同样被沙老师轻轻打了耳光。这里的孩子都很调皮，尤其是已经入园5年但是天天逃课的叛逆小姑娘小英。虽然老爷爷有些刻薄，但确实是个老好人。他收极低的费用，将那些没上幼儿园和逃学的孩子集中一起照顾。因为没钱，房子年久失修很破旧，工作人员也招不齐。一班一共28人，2周的时间可以做很多的事。在基贝的带领下，全班开始行动起来。女生们负责照顾孩子们，男生们负责修缮房屋，还有一部分负责辅导作业。朝田负责了最难搞的小英，因为遭受了校园凌霸，经常逃学。这个孩子的成绩很差，很多人都劝过他别逃避，要是不甘心就去学校学本领什么的，但是哪有那么容易？正好一只小猫被困在树上下不来，小英说自己就像那只猫，就算鼓起勇气爬上去也会被困住，爬得越高就越危险，乖乖待在安全的地面有什么不好的？也正是如此，小英才不愿意去学校。闻声过来帮忙的木村踩着刚饶的手一跃而上，爬上了高树，救下了小猫，看呆了地下一群小朋友。朝田趁机告诉小英，如果把树梢比作学校，地面比作幼儿园，那所有人都是在地面上学习的本领，在充分了解了高处的可怕之后才开始攀登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能上下自如。朝田牵起小英的手，鼓励她先在这里学习，等制定好计划之后再去学校。2周的时间转瞬即逝，努力工作的大家学到了很多之前学不到的知识，老爷爷也顺利出院了。他还想着那群皮猴别把自己的房子折腾散架，结果回去一看，好家伙，直接给他建了个2层。一般用后山的木头和废弃材料建了个新房子，图纸是千叶和阿绿设计的，牢固可靠。原本破旧的幼儿园瞬间变得温馨宽敞，不仅有图书馆，还有室内游乐场，甚至连老爷爷的自行车都被改造成了电动3轮。这简直已经不是好不好的问题，而是好过头的问题了。老爷爷依旧苛刻，物质是其次，重要的是他们是否赢得了孩子们的喜欢。碰巧小英来给朝田报喜，他这次考试考了全班第2，他听从了朝田的建议，只是在考试的时候突然出现，做完卷子转身就走。就算是喜欢欺负他的孩子，在考试的时候也没办法出手。小英喜欢上了朝田，大家也得到了老爷爷的认可，他们的特殊课程落下帷幕。但这也是期中考试的最后一天，2周没有上课的他们在考试中全员惨败，名次都掉得很厉害，被学校为首的武英杰一顿嘲讽，结果又反遭赤羽疯狂打脸。班里只有1人没受2周没复习的影响，那就是考到了全校第2的赤羽。因为之前的失败，赤羽在开学就一直在预习，赤羽出面维护了一班，他也成长了不少。一切结束之后，学生们去找了吴坚道歉，失败和挫折是成长的原动力，国家也给他们下发了新的装备，学生们获得新力量，并发誓只会将其用来暗杀老师和保护其他人。沙老师非常欣慰，他刚到一班的时候，班里弥漫着浑浊的杀意，虽然被暗杀的可能性很小，但是空间是冰冷的。但是现在教室里的每个角落都充满着温暖的杀意，能与他匹敌的对手们此刻正站在眼前。